天鹅一家停在了马路中央，不知是何原因，妻子说什么也不走了。小天鹅紧紧依偎在妈妈身边，而丈夫则是默默地守在一旁。好在一位交警紧急指挥交通，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可他们为什么会来到繁华的城市呢？原来1个月前，天鹅夫妇在芦苇地生下了蛋宝宝，妻子负责生产和孵化，丈夫则终日守在妻子身旁，因为他明白此时妻子最需要的是陪伴和守护。几天后，鹅妈妈一共产下9枚蛋宝宝，但距离小天鹅出生还有段时间。为了让孩子能顺利出生，此时天鹅妈妈每隔一会儿就要将蛋宝宝翻起来，然后趴在上面继续孵化。这样的动作每天要重复很多次。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，天鹅妈妈每次的动作都非常小心，生怕影响到宝宝的出生。此时觉得母爱伟大的请扣666。天鹅爸爸这时会在周围巡视，将潜在的威胁全部赶走。不久后，第1只天鹅宝宝出生了，天鹅爸爸马上从外面赶了回来。此时他心里满是喜悦。几天后，小天鹅宝宝陆续破壳而出，他们紧紧依偎在妈妈身边，对外面世界充满了好奇。但天鹅妈妈的任务还没完成，她还需要将剩下的蛋全部孵化出来。在天鹅妈妈的精心孵化下，一个个毛茸茸的宝宝逐渐睁开了眼睛。天鹅妈妈会为刚出生的宝宝清理毛发，而丈夫就默默地守在一旁。刚出生的小天鹅十分乖巧，一步也不离开妈妈。经过半个月的孵化后，所有的小天鹅都钻出了蛋壳，唯独只剩下一颗蛋宝宝还没有动静。但没有哪个母亲会抛弃自己的孩子，于是她又开始继续孵化。天鹅爸爸则是在一旁耐心的等待。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最后1只天鹅宝宝也顺利出生。此时天鹅一家将要进行漫长的迁徙，但有几只小天鹅胆子非常小，始终不敢踏进水里。在妈妈不断的鼓励下，小天鹅这才慢慢跳下水面。随后一家人朝着湖中心游去，可还是有些胆小的宝宝不敢游泳，天鹅爸爸只能让他们骑在背上。小天鹅宝宝紧跟妈妈的步伐，爸爸则在后面确保没有孩子落下。可走着走着，天鹅妈妈居然将一家人带到了城市的街道上，这还真是一孕傻3年。此时他们也成了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最后在一位老奶奶的帮助下，天鹅一家又重新返回了湖里。在水面畅游几小时后，天鹅一家又准备登陆了。妈妈走在前面引路，天鹅宝宝们迈着晃晃悠悠的步伐跟在母亲身后。父亲催促孩子们加快脚步，只有每只宝宝都上去，他才会登上岸边。为了孩子，父亲也是操碎了心。在母亲的带领下，一家人来到一处湖边街道。由于步行了很久，天鹅夫妇只好停下暂作休息。看见妈妈在梳理羽毛，小天鹅们也学起了妈妈的样子。原来天鹅这么小就学会臭美了。经过短暂的休息后，天鹅一家又开始启程了。小家伙们踉踉跄跄地跟在母亲身后，这样子简直萌化了。不久后，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妈妈一头扎进了水里，小天鹅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也纷纷跳了下来。眼前的画面多么温馨和美好啊！愿人人都能善待生命，爱护生态，保护环境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这个小女孩太厉害了，一上来就抓住狼王的脖子不放，还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坐骑。大叔说这只狼王凶狠无比，经常对着人呲牙咧嘴，但只要看见小女孩立刻换上一副嘴脸。在狼王的心里，小女孩是他唯一的主人，任凭女孩如何取闹，狼王永远摆出一副温顺的样子。可为什么他这么听女孩的话呢？原来女孩的父亲是野生动物管理员，2年前从野外捡回来一窝狼崽，自此女孩就担负起狼妈妈的角色。这些狼每日要消耗大量的生肉，平时的投喂都是由女孩来做的。她还告诉我们投喂的技巧，如何防止自己受到伤害。然而尴尬的是，野狼们不吃父亲投喂的食物，见到父亲就会四处躲闪，就算被逼到了角落里，野狼也坚决不吃半口，甚至还和父亲凶了起来。看来这家伙还真是挑人啊！女孩放学之后就会跑来喂食，狼王小心翼翼地舔着女孩手里的食物，生怕伤到女孩。只有女孩喂的食物，狼王才吃得津津有味。吃饱喝足后，女孩会给狼王讲一个童话故事，可每次狼王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好家伙，这完全把狼当成了小孩子啊！父亲也是很纳闷，第一次知道狼还需要读书，可女儿始终觉得狼能听懂他讲的故事。狼群里还有另外一群邻居，那就是饲养员喂养的小土狗。小土狗们经常来骚扰狼叔，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狼叔龇牙咧嘴这招对他们完全不起作用，也只能凶一下他们。毕竟小主人百般交代过不能伤害小狗，别看小土狗不大，可是经常从野狼口中抢走食物，在心爱的美味面前，他可不管你是狼还是狗。不过大叔把野狼、土狗外加狼狗一起混养，这大家庭属实有点乱啊。能分清的朋友扣666。狼群们也非常懂得报恩，每当大雪过后，他们就会充当小女孩的人力车夫，拉着女孩在雪地上尽情奔跑。看小女孩天真的笑容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万物皆有灵性，他们也知道女孩对自己最好，所以园内的每只狼都对女孩毕恭毕敬。实际上，女孩也成为了狼群家族的首领。世上还有不怕热的猫咪，桑拿房里68度的高温，人们热得汗流浃背，然而这只猫咪却惬意的不得了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本喵正在蒸桑拿吗？半小时后，大家实在热得受不了，纷纷走出房间透气。可仔细一瞧，这家伙居然舒服的睡了过去。好家伙，这身毛估计是假的吧？摄影小哥打算近距离观察，20分钟后，小哥已经汗如雨下，反观小猫却是一副享受的模样。最终小哥实在扛不住了，立马灰溜溜的跑了出来。这下小哥彻底服了。
可他到底什么来头呢？老板娘说这家伙已经在这里白嫖2个月了，每天定时定点来桑拿房里打卡，正常人在里面待1个小时就算厉害了，可他却把桑拿房当成了自己的家，整天在里面睡大觉，睡醒了就悠哉悠哉的走出去，先是伸个懒腰放松一下，接着开始补充水分，不一会儿的功夫他又跑进了桑拿房，看见地上还有枕头，小猫顺势就躺了下去，这感觉简直棒极了。此时老板突然走了进来，赶快出去，你这厚脸皮的家伙，不买门票还天天过来享受。等老板走后，小猫又偷偷钻了进来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这家伙愣是和老板玩起了游击战，搞得老板对他也是无可奈何。小猫走进一间桑拿房，先是仔细观察一番，接着径直走向一位大婶，还没等大婶反应过来，小猫就趴了下去，这是想要求收养吗？原来这只猫咪为了能待在桑拿房，特意去讨好每个顾客，等所有人都撸完之后，它就会跑到一旁安静的休息，人情世故算是被它玩明白了。可这只猫咪为什么这么喜欢蒸桑拿呢？它难道没有家吗？通过几天的观察发现，猫咪每次从桑拿房出来后，都会跑去后院的木材堆，它四处张望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这位大叔告诉我们，2个月前的一场大雨，让一窝出生不久的小猫失去了生命，于是大叔便将它们埋在了附近。当猫妈妈回来后，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，可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宝宝已经去了喵星。在暴雨过后，他进入了一个温暖的地方，除了桑拿房的温暖之外，还有人们更热情的欢迎他，更有好心人为他带来食物。也许在这里他找到了家的感觉，或者人们的热情温暖了他失去孩子的悲痛。自此小猫便将桑拿房当成了自己的家，老板娘还特意为他制作了海报，小猫化身成桑拿房的吉祥物。据说自从有了这只猫咪，桑拿房的营收翻了3倍。不过每天小猫还是会去木材堆里寻找自己的宝宝，他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母爱伟大，希望小猫能忘记悲伤，从此幸福的生活下去。一只母猫站在门外，嘴里还叼着小猫。主人高兴地打开了门，原来消失1个月的母猫是去外面生宝宝了，难怪最近一段时间总是不见踪影。小花曾经是只流浪猫，今天第一次带着小猫回到属于自己的小窝。作为母亲，她也知道要给孩子一个安稳的家。主人猜想小花在外面肯定还有其他孩子。果然在安抚好小猫的情绪后，小花站起身，冲着主人喵喵叫了几声，接着朝着门外跑了出去。小花非常警惕，先是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危险后，接着径直走进了一扇铁门。几分钟后，小花嘴里叼着一只小猫走了出来，主人很是惊讶，没曾想它居然将宝宝藏在了杂货间里。看样子小猫出生还不到半个月，这家伙还真是个藏猫猫的高手啊。小花将第2只小猫叼回窝，接着开始帮小猫清理毛发。看见主人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的宝宝，小花下意识将宝宝护在怀里，仿佛在告诉主人别打宝宝的主意。简单休息后，小花又准备出发了。不久后又叼出一只小猫，叼回窝里的小猫叫个不停。小花贴心地安慰宝宝，小猫咪终于安静了下来，小花这才放心去叼其他宝宝。门外的姐妹想让她坐下聊聊天，可小花并未理会，她知道自己要尽快将宝宝转移到新家。一转眼的时间，小花嘴里又叼了一只小猫，一旁的猫咪也有点羡慕了，这是生了几只啊？想到自己还没生过宝宝就被做了绝育，一时间她陷入了无限的沉思。小花不断用舌头舔着自己的宝宝，小家伙还没睁开眼睛的样子简直萌化了。把宝宝安顿好之后，小花又要出发了。这家伙还真是能生啊，也不知小花上哪去找的老公，这都半个月了才把宝宝叼回家。还好5只小猫都很健康。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幕，主人也是由衷的为小花感到高兴。突然小花又要起身往外走，难道还有其他宝宝吗？主人心想这下可有的忙了。可这次小花却独自一人回来，原来是她不放心，又跑回去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有宝宝被漏下，这才放心的跑回窝里。此时觉得母爱伟大的扣叭叭叭。由于猫妈妈离开了一会儿，5只小猫喵喵的不停地呼唤着妈妈，小花用舌头不断舔着自己的宝宝，小猫咪也陆续安静下来。此时它们最需要的就是妈妈的怀抱。主人摸了摸小花，这回有了宝宝可别乱跑了。小花似乎也听懂了主人的话，静静地趴在一旁不敢走远。看着眼前这群可爱的小奶猫，我都想抱一只回来养，谁会拒绝这么呆萌的小猫呢？还没等主人多看几眼，小花就在门外叫个不停，估计是有点饿了。主人把门打开后，果然小花跑去开始大口的干饭。母猫在喂养小猫时需要大量的营养，估计这家伙也知道主人会照顾月子，这才将宝宝们都叼回了家里。小花还真是聪明，天底下有哪个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过着流浪的生活呢？母爱真是伟大，愿每个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对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1个月大的小猫成为了小鸡的妈妈，可它还是个孩子呢。几天前，主人将小鸡送到了小猫面前。刚开始，小猫还有些害怕，似乎受到了惊吓，甚至用小手拍打着小鸡，毕竟自己还是宝宝呢。看见小猫不待见自己，小鸡连忙跑来和主人诉说着委屈。主人告诉猫咪，小鸡没有妈妈，你要好好照顾它。
小猫咪似乎也听懂了主人的话，面对眼前和自己不一样的小鸡，小猫咪开始仔细观察。它轻轻拍了拍小鸡，似乎在告诉对方自己会照顾它。经过几天的相处，它不再躲着小鸡，有时候不放心，还经常跟在小鸡的身后。发现小鸡站在危险的地方，小猫还会将它赶走。自从有了小鸡，小猫的眼神就经常注视着它，就连性格也变得温顺了许多，仿佛瞬间就长大了。小猫还会耐心地帮小鸡清理毛发，就如同多数的猫妈妈一样。看来小猫已经将它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鸡也慢慢开始依赖小猫，不管小猫走到哪里，它都要跟在身后。相比于妈妈的关心，而其他小猫看见自己就会躲开。也许是因为自己长得不一样，猫叔叔们都不太愿意搭理自己。小鸡只好去猫妈妈这里寻求安慰，因为它知道只有妈妈对自己最好。看见妈妈正在午休，小鸡也趴在妈妈的怀里准备入睡。此时小猫将孩子搂在怀里，这一幕无比的温馨。每天睡觉时，小猫会伸出手臂给小鸡当靠枕，而小鸡在妈妈怀里睡得也十分香甜。几小时后，小猫睡醒了，小鸡也跟着醒了过来。也许它还很小，但善良和爱超越了种族和年龄。如此可爱的小鸡和小猫，你爱了吗？一只松鼠拦住了小哥的去路，蹦蹦跳跳来到小哥面前。小哥放下一把松子，示意小松鼠快点吃。小松鼠也没客气，二话不说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看见小松鼠吃得这么陶醉，小哥便不再忍心打扰。几分钟后，小哥一回头，发现这家伙竟然追了上来。小哥瞬间有点慌了，他到底要干嘛呢？小松鼠蹦蹦跳跳地挡在了小哥前面，那呆萌的小表情似乎若有所求的样子。小哥也是懵了，第一次遇见这么胆大的松鼠，无论自己朝哪个方向走，小松鼠就是追着自己不放。没办法，小哥只好停下来暂作休息。只见小松鼠爬上小哥的背包，不断嗅来嗅去，似乎在很认真地寻找着什么东西。小哥猜想这家伙莫不是过来打劫的，于是小哥将全部的松子扔在了地上。果然，小松鼠一看见松子就冲了过去。你这家伙个头不大，还真是贪心啊！看来喂鸽子的计划彻底泡汤了。吃着吃着，小松鼠突然警觉起来，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小哥一跳。原来小松鼠是去把鸽子赶跑。确认四周安全后，小松鼠才跑回来继续品尝美味。小哥告诉松鼠，好东西要懂得分享才对。小松鼠转头看向小哥，沉默不语，眼神中仿佛暗示小哥别多管闲事。接着又继续吃起来。此时觉得小松鼠可爱的扣666，小松鼠一边吃着一边警觉地观察四周，生怕有鸽子过来抢走它的松子。可鸽子似乎并不买账，三番五次地跑来探风，看样子是盯上这袋松子了。小松鼠不由得加快了干饭速度，心里很是担心鸽子会抢走自己的松子。不久后，附近的鸽群越聚越多，小松鼠有些慌了，思考着如何将松子转移到安全地带。可这么沉，自己明显拿不动啊！没办法，他只能再次出击，试图赶走它们。可鸽子依旧不肯离去，小松鼠赶紧又跑了回来。小哥告诉松鼠，这么多松子你又吃不完，不如分享一下给别人。小松鼠再次看向小哥，咀嚼正香的小嘴顿时停了下来，似乎很担心小哥将松子拿走。小哥摆了摆手，小松鼠这才继续吃起来。附近的鸽子走来走去，让松鼠时不时就得观察周围的情况。小哥也是被松鼠的样子都笑了。几天后，当小哥再次来到丛林，小松鼠从远处快速奔向小哥。小哥拿着榛果示意他上来吃，小松鼠也没客气，直接顺着小哥的大腿就爬了上去。都说松鼠胆子很小，可这家伙怎么一点也不害怕呢？最终，小松鼠如愿以偿地吃到了榛果。小哥告诉松鼠慢点吃，不够这里还有。眼前人和动物相处的一幕多么温馨。从此以后，小哥每周会来探望小松鼠，并且每次都会为它带来礼物。小哥也成为了小松鼠的第一个人类朋友。万物皆有灵性，你的善举也许会带来生活中的意外惊喜。愿每个生命都能被温柔对待。流浪猫腿部残疾，狗狗化身保护神，甘愿成为它的双腿。世上真有跨越种族的爱吗？猫咪和狗狗的故事感动了千万网友。几个月前，奶奶在野外发现一只浑身是伤的猫咪，它的双腿被人打断。多么狠心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行为？此事想给坏蛋500拳的扣888。好心的奶奶将猫咪带回了家，猫咪好奇地观察四周，仿佛在说：“我终于有家了。”狗狗望着可怜的猫妹妹，主动上前帮它舔着脚上的伤口。这一刻，它决定要照顾妹妹一辈子。奶奶说，自从收养猫咪后，狗狗放弃了自己住了10年的房子，几乎不分白天黑夜地陪在猫咪身边，而猫咪也非常依赖它，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粘在一起。由于行动的不便，
猫咪的后腿经常被磨得血肉模糊，这时狗狗就会用舌头帮妹妹清理伤口。它用行动告诉妹妹，坚强点，一切有我呢。它是她的保护神，而它是她生活下去的希望。这天中午，奶奶拿来了猫妹妹最爱吃的小鱼干，妹妹大口吃得很香，而狗狗就在一旁看着。奶奶将鱼干送到她面前，而狗狗只是闻了闻。难道它不喜欢吃吗？奶奶说，其实它馋得要命，但它永远都是等猫咪吃完才去碰剩下的食物。狗狗宁愿自己饿着，也要让猫妹妹先吃饱。此时被感动的请扣666。狗狗对猫妹妹非常温柔，但如果有其他狗狗试图靠近妹妹，它立刻变得凶狠起来。就连昔日的好友小黑，它也不让靠近。谁不想拥有这样一位宠妹狂魔呢？在如此强大的安全感之下，猫咪感受到了未曾体会过的幸福。当一觉醒来后，猫咪发现哥哥不在身旁，环顾四周后，它拖着残疾的双腿奔向远处。每向前挪动一步，猫咪都忍受着巨大痛苦。最终，它在角落里找到了狗哥哥。狗狗不断舔着猫咪，仿佛在告诉对方：别担心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。猫咪依偎在狗狗怀里，久违的幸福再次袭来。到了清理伤口的时间，奶奶将猫咪抱进屋里，可狗狗总是不放心的跟上去，看它的样子真的很担心。奶奶帮猫咪清理伤口的时候，狗狗就乖乖的在外门等候。每次的清理都非常疼，但猫咪从来不叫一声。也许比起流浪的日子，此时的生活真的很甜。看着小家伙可怜的样子，奶奶抱着一丝希望来到医院，希望能将它的双腿治好。可经过检查后，医生说猫咪的脊骨和后腿多处骨折，能活到现在真是个奇迹，对于治愈已经是不可能了。奶奶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将猫咪的活动范围缩小，并且铺上泡沫，防止后腿与地面摩擦导致伤口感染。狗狗也陪着猫咪一起搬进了新家。如果您也被感动了，请分享给更多的人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关爱流浪动物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地板上钻出一只小奶猫，紧接着又探出一个小脑袋。这是地板里长猫了吗？原来流浪猫一家生活在幼儿园的地板下，每天与人们斗智斗勇，直到2个月后才将这一家子翻出来。这还真是藏猫猫的高手啊！每当小朋友们上课时，猫妈妈就会带着孩子出来透风。这群颜值超高的猫咪立马吸引了小朋友的注意力，发现被人围观，小猫们迅速地跑回了地下，猫妈妈则留在最后，确保自己的宝宝安全撤退。等孩子们都躲起来后，它才钻回了地下。此时猫妈妈并未离开，而是躲在洞口暗中观察。发现四周安静下来后，它又壮胆爬了上来，看到外面没有危险，孩子们也都跟了上来。猫妈妈也知道这是人家地盘，因此非常谨慎，只有在小朋友们不在的时候，小猫们才能晒晒太阳，舒展一下筋骨。突然小猫听到了异响，原来是小朋友吃完饭回来了，吓得小猫们慌忙四处逃窜。可流浪猫一家为什么会生活在幼儿园的地板下呢？一位经常喂养这只流浪猫的小姐姐告诉我们，猫咪的上一窝幼崽都去了喵星，她之所以带着孩子生活在地下，大概是觉得这里比较安全。可她是如何进入地板下的呢？通过调取监控发现，猫咪是从外面的墙洞闯进幼儿园的。发现室内没人时，她也会通过窗户进去喂养小猫。随后人们将地板撬开，发现猫咪一家生活在低矮的空间里，不远处还能清晰地看见动物羽毛和吃剩的鱼骨头。这里空间狭小，四周无光，虽然环境恶劣，但在妈妈心里，一家能平平安安才是最重要的。每天等小朋友放学后，空荡荡的幼儿园就成了猫咪的乐园。只见他先探出小脑袋观察，360度全方位进行扫描，确定周围没人后，猫咪才敢从地板下钻出来。在地上反复巡视一圈，发现没有危险，猫妈妈连忙呼唤孩子们赶快出来。听到妈妈的呼唤，小猫们一个个高兴地跳了上来。此时这里成了他们的私人游乐场，一只小猫好奇地玩起了滑梯，而另一边的小猫开始练习足球。小猫们蹦蹦跳跳玩得不亦乐乎，只有夜晚才是他们欢乐的天堂。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不久后天亮了，小猫们恋恋不舍地逐一回到了地下。由于长期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，几只小猫的眼睛已经受到感染。此时的救援已经刻不容缓，救援人员在赶到现场后立刻开展行动。由于小猫在地板下很难捕捉，只能将它们引诱上来，再用挡板将洞口封住。不久后，猫妈妈嗅到了食物香味，一只胆大的小猫也跟了出来。看见妈妈出来了，其他小猫也都纷纷跑了上来。此时猫妈妈非常谨慎地走进笼内，并且巧妙地避开了机关，而下一秒一只倒霉孩子也跟了进去，直接替妈妈踩下了踏板机关。果然是妈妈的好宝贝，这可吓坏了其他小猫咪，躲在地下瑟瑟发抖。而待在一旁的那只还一脸懵的状态。
最终在救援人员的努力下，小猫们很快就和妈妈团聚了。最后只剩下一只小猫不停地呼唤着妈妈。当小猫出来后，救援人员立刻将挡板放下，小猫瞬间慌了神，怎么办？这下回不去了。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跑了过去，用毛巾将小猫送回了笼内。随后他们被送往了宠物医院。好在经过一系列检查后，发现一家人都很健康，只是眼睛有点感染。医生为他们滴上了消炎药，估计很快便能痊愈。相信不久后，流浪猫一家都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愿每个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都说猫咪怕水，可眼前这只小猫不但酷爱游泳，还喜欢和主人一起在大海里冲浪。猫咪名为小五，是一只来自夏威夷的独眼猫。据主人说，小猫在几个月大的时候眼部受到感染，所以只能将眼球摘除。可小五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。当他第一次来到海边，就对游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一开始主人还很担心，可当猫咪几次练习后，主人发现小五对游泳十分有天赋，自己几乎没怎么去教它，猫咪就能在海里游刃有余，简直是天生的游泳健将。自此以后，主人便经常带着猫咪一起出海冲浪，而它对此也十分享受，站在主人肩上的样子好像要征服大海一样。当然，小五最喜欢的还是自己在海里游泳。只见它的4只小爪在水里灵活摆动，标准式的猫跑简直不要太专业。如果它玩累了，就会主动爬上冲浪板，然后趴在冲浪板上享受着夏日的阳光。这样惬意的喵声也是让其他猫咪羡慕不已。不久后，小五生下几枚幼崽。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刚出生1个月大的小猫也学会了游泳，难不成是血脉传承？别看小猫个头不大，但在游泳的时候速度却一点也不慢。新主人对猫咪也是特别喜爱，时常带着它来海边散步。如果看见主人跑去海里，它也会赶紧游过去。这样乖巧懂事的猫咪，谁能不爱呢？也许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猫。你家的猫咪会游泳吗？眼前这座普通的山上住着一只可爱猫咪，每天凌晨5点，它会准时出现在山顶看日出。据说这只猫在翻越几个山头后，最终选择了在此处安家。它在这里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，远离喧嚣，隐居室外，是多少人羡慕的小日子。附近的登山游客告诉我们，猫咪已经在山顶生活了5年，可它平时要靠什么来填饱肚子呢？只见猫咪在游客的背包上嗅来嗅去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随后小哥打开背包一看，话说这家伙鼻子也太灵了吧！原来附近的登山爱好者都知道山顶住着一只隐居小猫，所以大家每次登山时都会给猫咪带吃的。虽然远离了城市的繁华，但猫咪却吃喝不愁，并且还有山川美景相伴。这样的日子简直不要太惬意。为了报答带给它食物的登山者，猫咪会充当游客们的向导，为大家寻找到最佳的观景位置，并且还贴心的提供撸猫服务，让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此时喜欢猫咪的请扣666，小猫的5星服务让每位登山者都觉得不枉此行。下山时大家挥手与猫咪告别，而此时猫咪会立刻趴下，深情地目送每个人离去。招待完游客后，猫咪会简单休息一会儿。当夜幕降临时，猫咪会自己下山。这个山脚下的小村落会是它的家吗？摄影小哥发现猫咪跑进了一户人家，只见猫咪正在开心地玩耍，大概这里就是猫咪的家了。可这里的僧人大叔却表示自己并非猫咪主人，更确切地说，猫咪和自己是不错的朋友。小猫有时候会跑到寺院里过夜，但至于什么时候来，完全凭它心情。在床上呼呼大睡一觉后，第二天一大早，猫咪又会顺着小路重返山顶。或许放荡不羁的自由生活才是它想要的喵声吧。5年的时间，猫咪陪伴了无数的登山者，为大家带来欢乐的同时，也得到了人们对它的认同和喜爱。同时也凭着贴心的服务，轻松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生活让很多人心生羡慕。节目组特意找来兽医帮猫咪做了检查，由于良好的生存环境，加上猫咪每天都登山锻炼，小猫的身体状态非常好。因为有了这只猫咪，越来越多的登山爱好者慕名而来。当地的旅游部门还特意为猫咪制作了海报，这里已经成为了当地的网红景点。小猫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，但它始终重复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工作。我想它选择的不是这座山，而是自由平静的生活。单身30年的和尚结婚了，而眼前的鸵鸟就是他的妻子。说着，和尚便在众人面前撒起了狗粮。可以看出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。苗条的身材配上卡姿兰的大眼睛，的确迷人。众人纷纷指责关于他和鸵鸟结婚这件事，但和尚表示自己早已看破红尘，众人皆醉他独醒，一切随缘就好。
和尚和鸵鸟几乎每天形影不离。当自己打坐的时候，鸵鸟就在门外静静守候。和尚说妻子担心自己会吃醋，因此只吃自己喂的树叶。一旁的大妈根本不信，便伸手去喂鸵鸟，可鸵鸟接过后便直接吐了出来。看来妻子真的非常守本分。和尚捡起树叶，伸手拿给鸵鸟，果然鸵鸟高兴地吃下。但妻子也是个小心眼，如果看见和尚抚摸其他动物，便会毫不留情地去攻击对方。和尚每天都会为鸵鸟洗澡，看它摇晃的尾巴就知道有多喜欢。和尚说他沐浴的样子是最美的，仿佛世间的一切在此刻都黯然失色。洗完澡后，他会为鸵鸟耐心地梳理毛发。当和尚外出时，鸵鸟每次都会追到家门前目送和尚离开。当和尚回来时，他已早早地在路口等候。鸵鸟见到和尚骂骂咧咧，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晚？和尚赶紧安慰鸵鸟，看来对待妻子和尚果然有一套。那么为什么他会和鸵鸟相爱呢？原来多年前妻子不幸离世，几天后他便在墓地发现一只刚出生的鸵鸟。和尚坚信这便是妻子幻化而成。神奇的是，鸵鸟竟能听懂和尚说的话，自此他们便在一起了。对于和尚的故事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这只浣熊简直太幸福了，一边享受着日光浴，嘴里还喝着果汁，每天都要到海里游上几个钟，并且还配备专门的教练，这小日子过得比我都好。浣熊名为奥斯卡，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懒虫，它的体重已经达到50多斤，是正常浣熊的2倍之多。看着摇摇晃晃的赘肉，就知道里面装了多少脂肪。主人说奥斯卡胖成这样，完全是因为太懒所造成的。这家伙每天要睡20个小时，打呼噜的声音比打雷还响，并且睡姿比自己还要销魂。在没睡够之前，谁也别想让他起床。奥斯卡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出去找吃的。听到声响的主人立刻赶来，发现奥斯卡正在偷吃花生，还敢吃花生，自己不知道几斤几两了。为了帮他控制体重，主人严格限制奥斯卡的饭量，每次都会加一些减肥餐进去。可奥斯卡可没那么容易被忽悠，每次专挑中间空心的吃。对于减肥餐，他是一概不碰。要是白天吃不饱，这家伙会半夜起来跑去偷吃。主人看到奥斯卡单饭的样子，既无奈又好笑。再这么吃下去，就可能走路都费劲了。虽然奥斯卡有点胖，但智商非常高，完全能听懂主人的一切指令。主人说转圈他就转圈，还经常撒娇卖萌和主人要零食吃。为了帮奥斯卡减肥，主人每天都要为他准备一碗新鲜的蔬菜汁。显然奥斯卡非常抗拒，除了在饮食上控制，主人每天都带他散步增加运动量。可才走了2分钟，奥斯卡就耍起了赖皮，停下原地怎么也不走了。主人无奈只能把他放进推车里，想让奥斯卡走上10分钟简直比登天还难，难怪这家伙胖成这样。不过奥斯卡还是比较喜欢游泳，每次都在水里玩得不亦乐乎。都说浣熊喜欢捉鱼，于是主人在家里帮他建造了一个鱼池。可此时他已经今非昔比，捉了1个小时，愣是一条也没捉到，搞得奥斯卡很是伤心。自己明明是头熊，却连条鱼都捉不到，看来自己真要减肥了。相信狗能看到人类看不见的东西吗？这只柴犬跟随主人参加葬礼后，眼睛就一直盯着天花板看个不停，仿佛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女主顺着狗狗的视线望去，可奇怪的是天花板上却什么也没有。女主说狗狗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天了，她不仅白天对着天花板犬吠，到了晚上更是叫个不停。刚开始女主并没有在意，以为阿柴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吸引自己的注意，她拿出狗粮试图安抚狗狗的情绪，可阿柴只是闻了闻，很快便又把目光投向了天花板，看他一副认真的模样，似乎这上面真的有什么东西。女主告诉我们，平时狗狗从不乱叫，性格也很温顺，可自从上周参加完爷爷的葬礼后，阿柴就出现了反常的行为。人们常说狗能看见人类看不到的事物，虽然自己并不相信这些，但狗狗的行为属实让人有些害怕。他猜想没准真是爷爷回来了，可仔细一算，这也没到头七啊。邻居大婶说撒上红豆可以辟邪，可阿柴还是对着天花板叫，看来这招似乎没起到作用。奶奶说遮上黑布能隔阴阳，于是小姐姐立马买了一块9毛9的大黑布，挂上黑布后，下一秒阿柴果然安静了下来。本以为这下可以睡个好觉了，可没想到几秒钟过后，狗狗又转身继续对着天花板犬吠。小姐姐决定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搞清楚天花板上究竟有什么。不久后，她买来了探测仪，可经过仔细勘探，依旧在天花板没有发现任何东西，这让女主变得更加疑惑，难道是楼上有什么声音吗？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，女主来到了物业进行咨询。工作人员经过查询后表示，楼上已经2年半没人居住，这让小姐姐彻底慌了。她觉得阿柴肯定是看见了阿飘。回来后，狗狗依旧每天盯着天花板看，尤其到了深夜，阿柴的行为变得更加可疑，动不动就神色慌张地对着天花板犬吠。狗狗这种怪异的行为让一家人寝食难安，并且女主最近还经常梦到一些奇怪的事物。无奈之下，小姐姐只好找来当地最权威的驱魔大神老王。别看老王相貌平平，但他对宠物的研究却十分专业。
进门后，老王先是和阿柴打了声招呼，接着开始观察狗子怪异的行为。这时，老王告诉女主，还需要增加500大洋安装一台分贝测试仪。担惊受怕的女主连忙表示没问题。安装完成后，老王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嘴里还念着听不懂的语言。此时的阿柴已经完全被老王所吸引，眼睛一直盯着对方看。在经过一番研究和操作后，专家老王最终给出了科学解释。一般来说，犬类的听觉非常灵敏，它能听到人类听不见的声音。由于女主不久前刚搬了新家，环境的变化让狗狗的听觉变得异常敏感，任何细小的噪音都会引起它的注意。而它之所以对着天花板犬吠，是因为声音的反射让狗狗误以为是楼上发出的声音，所以狗狗并不是看见了什么东西，而是对声音做出的正常反应。经过老王的解释后，女主终于松了一口气。随后，老王将房间内的声音录制了下来，接着调至最大声音循环播放，同时让女主安抚狗狗的情绪，并且不断与它互动，转移注意力。在经过老王的一系列指导后，当阿柴再次听到细微的声响时，他也只是看了一眼，随后便倒在地上睡了过去。看见狗狗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状态，女主也很高兴，她表示自己可以安心睡个好觉了。对于狗狗迷惑的行为，你有什么看法？